主儿，按照您的吩咐，给12阿哥送去了入夏要用的东西。于妃传了翊坤宫娘娘的话来，你赶快去祈福寺找到我们的族人，让他们转告阿爹，按照信上所写，找到发配边地的这个人。是。给额娘请安。快起来吧。谢额娘。额娘，这些都是胡氏留下的遗物。好好照顾自己。快回去吧。儿臣先告退了。李煜，胡云角的遗物都要仔细一一彻查。是。还有，往来圆明园跟紫禁城之间传递消息的事，全麻烦你了。奴才人在圆明园，但徒弟们都在紫禁城呢，一定办好差事。皇上，于妃娘娘去圆明园前递话过来，她去翊坤宫看了娘娘，见娘娘伤心抱病，想恳请您允许太医进去医治。她什么病症？娘娘接连丧子丧母，自然心郁难解，这得让太医看了之后才知道。皇上不会连太医都不许去看吧？怎么会？朕已经许了乌拉那拉氏夫人厚葬，让太医给她瞧瞧也是无妨。那也得派个可靠的太医，别让什么人混进去，害了娘娘。皇上，那奴婢就安排姜太医去翊坤宫吧。好。于妃她交给你的药方子查得如何了？微朕已经查验过了，字迹是包太医的。包太医。微臣怕不妥，还专门拿了包太医以前写的脉案来对比，以确认无误。可是包太医从未去过荣亲王府医治，微朕拿着药方子去试探他，他却装作全然不知。包太医素来给魏延婉医治，胡云角和魏延婉有干系，也不意外。方子治什么呢？是一种极罕见的血液之症，得了这种病症的都难以医治，人也活不过壮年。这方子上竟是一些一般人都用不起的名贵药材，也只能吊命而已。难道胡云角得了这种病症，魏延婉利用这个方子指使胡云角咬住本宫不放？微臣还有一事禀报，于妃娘娘拿来了几件胡哥哥的遗物，其中有一样不妥，微臣带了来给您看看。这是荣亲王福晋从荣亲王床头的屉子里找到的，是胡哥哥的东西，一个用完的香粉盒。微臣查验过里面的粉末，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毒物，如果用在外创伤口上，只需1点就能致命。外创伤口，外创伤口。那时候永琪的腹股区已经溃烂，
难道这是胡云角用在永琪身上的？永琪并不是病死那么简单。可是荣亲王红逝时日，微臣在侧，荣亲王并无中毒迹象。平白无故的，谁会放这些东西在永琪的床头啊？细细想来，胡云角素日对永琪的举动，也像是蓄意的加强了永琪的病症。微臣查验过，这个东西只有内廷才有。内廷。胡云角时常到宫里给海兰请安，但往往做做便走，倒是在宫里会待上半日。原来他在宫里真的跟人有往来。他们针对的不只是我，还有永琪，或许还会有永琪。娘娘怎么可能这么厉害？娘娘，让微臣给您看看吧。来。什么？有话便说。娘娘科技沉重，已经出了肺里，成了痨症。这病极其凶险，务必得好好医治。有多凶险？你就告诉我，我还能活多久？娘娘，这病得安心静养，不可再劳心费神。您放心，我将一病一定凭着毕生所学为您医治。到底还能活多久？也就3、4个月吧。够了。张玉斌，你知道我有务必要做的事。如果你真的是对我用心，就按我吩咐的做。娘娘放心，微臣一定尽力，用药帮娘娘调出精神。好。你们两个都不准对旁人说我的病症，只需告诉他们，我是伤心暴病。是。鸡的字啊是端正，但是比例不足，手腕还需要用点劲儿。
这永言刚习字，能写成这样已算不错，但还得加紧练习。是啊，永言在臣妾宫中也常习字，每日读书习字完毕，就和永灵和景云相伴。皇上，臣妾有一事恳求。臣妾想着孩子们都在臣妾身边了，唯有景元一人自小养在颖妃膝下，未曾和弟妹们相处。如今景元也长大了，未免手足情谊淡漠。不如让景元到臣妾这住一段，也好彼此亲近一些。这颖妃啊，视景元为亲生，她不会肯的。皇上，景元到底是臣妾亲生的，臣妾十分挂念啊。况且永林刚出生，若能和姐姐一块亲近，那该多好啊！好了好了，若是景元愿意去你那儿小住，也就罢了，否则不要勉强他。臣妾谢皇上。下去吧，别再扰朕了。臣妾告退。趁我额娘不在，带我到这。公主，你别动我了。七公主，皇贵妃才是你额娘，颖妃不是。额娘是颖妃，不是皇贵妃。皇贵妃是我女人，我要回。七公主，站住！小公主，七公主，你别胡说，额娘等着你呢。景元，你这孩子，胡说些什么呢？你就是坏女人，你害得皇额娘被关进了翊坤宫。你给我闭嘴！景元，娘，景元，娘，景元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景元他说的没错，翊坤宫娘娘就是被你陷害的。额娘，不怕，额娘，额娘在呢。她是我的女儿，不是你的。颖妃，一定是你教坏我女儿的。景元他能分辨得出是非，他的确不喜欢你。其实岂止是孩子，即使你未同父后，我们也照样看不惯你这种用龌龊手段上位的女人。我不喜欢你，我讨厌你，你一定还做过许多坏事，所以14弟和16弟才会夭折的。你胡说！你是我的女儿，你怎么可以污蔑你亲娘呢？颖妃，早知道你不服，今天本宫就要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心服口服。来人，在。颖妃犯上不敬，拉下去杖责。你敢？本宫是皇贵妃，主理6宫为何不敢？皇上礼重蒙古，你岂敢动？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本宫打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！皇贵妃娘娘息怒！皇贵妃娘娘息怒！皇贵妃娘娘息怒！快动手啊！皇贵妃娘娘息怒！皇贵妃娘娘息怒！太后驾到！太后晚安。这是做什么？哀家刚从安华殿给永琪诵经超度回来，一路就听得你们喧闹。臣妾知错。起来吧。当皇贵妃日子也不短了，还不能让嫔妃心服？颖妃啊，你位分低些，也该懂得尊卑上下。太后恕罪，原是臣妾见景元大哭，心疼不已，情急之下才犯上的。皇祖母，皇贵妃掐景元，景元好痛。景元啊，皇贵妃到底是你额娘，你即便在颖妃膝下长大，不叫她一声额娘，也得称呼一声
令娘娘。皇祖母，颖妃娘娘才是景元的额娘。你这孩子虽然不懂规矩，但足见颖妃对你一直疼爱。既然如此，景元还是交由颖妃来抚养吧。太后，景元脾气也性子大，断不能叫旁人教养了，还是臣妾自己来吧。景元好好的，断不会像皇贵妃所言那么不堪，否则皇上不会那么喜爱。难道皇贵妃是不放心我来养育吗？景元到底不是你亲生的，养娘不如生娘亲，养娘怎会真心待孩子好？是吗？太后，臣妾失言，臣妾知错了。是生娘不如养娘好，养育之恩大过天。哼哼，什么生养养娘的，哀家没你心思多。孩子是谁养大的，愿意跟着谁，那就是谁的孩子。景元，你愿意跟着谁，自己说。皇祖母，景元跟着额娘。额娘真没白疼你。皇祖母，景元生病是额娘喂药，天寒是额娘添衣，额娘最疼景元了。景元懂事，你看看你自己的言行，配不配做这孩子的额娘？臣妾知错。颖妃啊，好好看顾着景元。你记住了，孩子和谁最亲，谁就是他的亲额娘。谢太后。真闹了这么一出。皇贵妃突然带走了7公主，蒙古嫔妃本来就不满皇贵妃，这就闹了起来。不过，也不能怪蒙古嫔妃无礼，皇贵妃太过于言辞不当，才惹得嫔妃离心，公主不满，连太后都被得罪狠了。都怪朕，当日太过心急，想着乌拉那拉氏断发，后宫之事不能无人料理，才强扶魏氏为皇贵妃。谁知她不能安定后宫，安抚儿女，连对皇额娘说话都这么不知轻重。月火，这回永琪百日祭祀之事，不许他过问，叫于妃主持吧。是，皇上，那翊坤宫娘娘请求为荣亲王百日祭祀、敬香守灵之事，您可允准了？他要去给永琪上香守灵一日，便让他去吧，只是叫他晚些，别和其他嫔妃撞在一块儿了。那奴婢去安排。何静公主，应娘娘，要不是今日荣亲王百日祭祀，也难得跟公主见上一面。公主近日可好？甚好，谢应娘娘关心。听说上回令娘娘想要带走您的7公主，结果被您和蒙古嫔妃们一闹，反倒连你们的请安都免了，令娘娘闹了个好大的没脸。这样的人，只会在皇上面前狐媚讨好，对上冒犯太后，
对下又不能教养好儿女，让咱们六宫怎能敬仰？这前2件我倒是知道，这不能教导好儿女，又是如何呢？一心只想往皇后位子上爬的人，会怎样教育儿女呢？公主若是不信，她可以自己派人去看看。娘娘，时候差不多，咱们该动身了。你去拿药。是。娘娘，